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容易出轨的相学特征。我们在感情中都害怕遭遇背叛，怕自己遇到的那个人不能陪伴自己一生，尤其是在离婚率越来越高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婚姻，但又惧怕婚姻。很多朋友为此也咨询小编，问小编我们怎么做可以预防自己遇到渣男渣女的情况呢？其实这个从命理角度来分析，最准确的就是根据相学特征来看。所以小编今天就站在相学角度为大家分析一下容易出轨的渣男渣女都有哪些相学特征。今天主要从手相与面相两个角度为大家分析，因为内容是结合古人看相的原理进行分析的，可能不太准确，仅供大家参考。一、容易出轨的手相特征。一、感情线下垂弯曲且长度较短。一般有这种手相的人自我抑制能力较弱，有吸引异性的本能魅力，对异性容易一见钟情不计后果。在开始一段感情时候热情冲动的他们很容易就爱上对方，也极其的投入，犹如烈火一般激情燃烧。可是当时间一长，最初的新鲜感过后，双方的感情就会被淡化，也就变得不再稳定。一个新的诱惑很容易就会使其见异思迁，轰轰烈烈的爱情才是他们飞蛾扑火的原动力。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爱情都不会长久。二、手掌中出现丝情纹。感情线在无名指下方分出一条连接智慧线的支线，这就是丝情纹。一般来说，有丝情纹的人感情特别丰富，同时具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异性缘很旺。其人容易因为抵御不了异性的诱惑而感情出轨。三、感情线末端下垂与智慧线、生命线连在一起。这种情况呢，被称之为三线同源。有此手相特征的人，在感情与理之间经常混淆不清，容易感情用事，因而做出傻事儿，导致男女之间很多麻烦事儿后，事后又追悔不已。所以在感情道路上麻烦事儿多，容易因为外遇而感情出轨。此特征的人称为感情糊涂型，因为感情线压在理智线上，容易感情用事而不顾理智，失去理智的婚姻当然会弄得一团糟。四、成功线上有倒纹。成功线又名太阳线，位于无名指根部太阳丘，为一条垂直向下的直线。成功线深长明朗的人通常都有很好的运气，在事业上容易因为得到贵人的帮助而获得成功。而假如成功线上有倒纹破坏的话，则代表其人较为花心，会因为感情问题而影响到工作的成功，事业财运都会被影响到。五、婚姻线多。有3条婚姻线的人感情复杂，贞操观念薄弱，容易流于风流和多情。假如婚姻线有4条以上，这类人的婚姻特别混乱，对感情不容易专一，没有一个能让他留恋的婚姻，享受肉体的乐趣多于精神，欲望过强，所以出轨是常事儿，很难有健全的家庭生活。6. 智慧线与生命线被倒纹纠缠。智慧线与生命线的开端处纠结在一起，或有倒形或者其他杂纹，即使经常纠缠在一起，此类人往往多愁善感，犹豫不决，出轨的可能性大。7. 2条婚姻线极其靠近且长度不一。有此手相特征的人会在三角恋爱关系上发生问题，如果上面的线较长的话，表示在婚姻前会和其他异性发生关系，相反的，如果上面的线较短的话，表示婚后会和其他异性发生关系。8. 土星丘与手腕线上同时出现 X 纹。手指根部土星丘处与手腕线上同时出现 X 纹，而且这两处的 X 纹处于一条直线上，表明此人最不能抵挡诱惑，感情有外遇的几率很大。在感情线和智慧线之间出现很多交叉的 X 符号时，也往往易有外遇，并且易有多段外遇。9. 双重感情线。许多有双重感情线的朋友都有2次以上的婚姻记录，不然就是在正牌老婆之外和他人搞地下情，几率约在6成以上。双重感情线的人桃花运都很旺，恋爱机会多，诱惑多，自然也就难以对感情忠贞，外遇的几率就偏高。10. 婚姻线下弯到金星丘，十有八九会有外遇困扰，而且婚姻的结局往往是撕破脸离异。
这种手相常常显示出了婚后夫妻极端不和，反目成仇，双方在很恶劣的状态下离婚，而这离婚常常是第三者介入造成的，让当事人在婚姻中烦恼不已。仔细看这条横线的走势，是否大咧咧地穿过了感情线、智慧线，甚至生命线，就知道其影响范围很大，对当事人造成的烦恼不可小觑。不过，如果这条婚姻线在中途断裂了，不急的情况反而可以得到缓解。11. 贵人线长出支线到月秋，这种手相是不折不扣，是外遇高危险群体。这条线多半出现在外遇发生后，而非事前，所以提醒你一定要注意。贵人线长出这种支线的朋友，情绪比较不稳定，有此线纹的男性非常沉迷酒色，可能会成为火山孝子类型。女性的话也是婚姻不美满，一生风流运势多。曾见过具备这条线的女性朋友，婚后流连于不同的男人之间，沉迷性爱无法自拔，难以自制。奉劝有此线纹的你，最重要的是要培养端正自身行为的意志力，别纵容自己随心所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想法，可能会替你惹来麻烦。12. 感情线呈链状，只要有心想玩，肯定桃花运不少。这种手相的你很容易对异性动真心，但在感情的表现上是先热后冷，恒心不足，因此感情上的际遇很多，却常常是剪不清理还乱。没结婚的话还好，如果是结了婚还不收敛，在一夫一妻的法律制度下，常常就是事情大条了。有着手相的你，如果智慧线还算清楚漂亮的话，不妨将充沛的感情发挥在文艺创作等领域，很有可能会开拓出发挥特长的事业。如果搭配智慧线不够清晰明朗的话，那么对待感情特别容易冲动做事，出现外遇劈腿几率也就越来越大。13. 婚姻线尾端出现小横纹，这样子的小横纹称作外遇纹，横纹长在婚姻线下方，外遇对象为婚前就认识的朋友，横纹长在婚姻线上方，外遇对象是婚后才新交的朋友，这是老祖宗的说法。不过现在这种短纹的验证性不似以往精准，仍然需要参考其他线纹，方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参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小横纹不是长在尾端，而是婚姻线开始的上下方都有小横纹，那可就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意思了。不论早婚晚婚，婚姻均单纯美满，一爱就是一生。聪明的你可别搞混了。2. 容易出轨的面相特征。1. 夫妻宫鲜艳红润，夫妻宫位于双眼的眼角与太阳穴之间的位置，又称尖门。女性以右边为夫位，男性以左边为妻位。夫妻宫关系到男女的感情和婚姻问题，其颜色、凹凸等状态都可以看得出夫妻关系如何。如果一个人的夫妻宫部位颜色光泽红润，或者血管明显，这种面相的人异性缘非常旺盛，身边不缺伴侣和知己，很容易发生出轨事件和婚外情。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种面相的人做伴侣，要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去处理他身边的桃花，不然难免他也会有花心出轨的一天。就算他不出轨，你们的感情也很容易因为烂桃花而发生争吵，这样的感情是很难维持长久的。2. 眼角有痣，眼角位置有痣的人也是容易出轨的面相。这样的人一般在感情和婚姻关系上不美满，对男女感情的忠诚度也不是特别看重，很花心。他们一旦有固定的情感关系，长久便会觉得束缚，索然无味，所以出轨就成了他们追求感情激情的一种方式。也不是说他们过于追求肉欲，更多的是在寻找一种心理上的新鲜感。所以这样的人在恋爱关系上也是很令另一半受伤的。在于这种面相之前交往，要多了解你们的兴趣和对待感情的态度是否契合，不然到最后难免会失望心伤。3. 眼角鱼尾纹深，除了眼角有痣，眼角多鱼尾纹或者曲纹的人也是比较容易出轨的。眼角鱼尾纹纹路深刻的人一般比较自我，性格强势偏执，在男女关系上比较喜欢把握掌控权，而在情感上往往会忽略对方的感受。这种人对感情的忠诚度也是不够的，容易把伴侣当成依附品。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会比较喜欢在外猎艳，也是容易出轨的一种面相。另外，眼角有细小和略微上弯的纹路，这种人的异性缘也是不错的，很容易得到异性的青睐，身边有不少的异性知己，出轨与否也是看个人品性。
与这样的人交往也需要经常提防周围的桃花，比较辛苦。4. 桃花眼。桃花眼的眼型是眼尾略弯，稍微上翘，形若桃花，四周略带红晕，目含秋波，常常给人一种眉目含情、似醉非醉的感觉，很能吸引异性的喜欢。有这种面相的人，桃花运大多都很旺盛。这样的人性格都很内敛多情，感情上追求心灵的契合，因此很容易发生出轨事件。或许在他们看来是在追求与自己契合的灵魂伴侣，但如果这个人还是优柔寡断性格的话，这样很有可能会造成3个人受伤。当我们遇到这种面相特征的人时，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交往，因为有时候多情比无情更伤人。大家在与异性交往时，可以观察一下对方有没有这些方面的相学特征。但是小编开头已经强调过，这些相学特征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具体的还需要结合另一半的日常行为表现来看，请大家正确看待。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嫁一个好老公，一生互相依赖，互相扶持。我们常说一些好老公就是体贴，这个男人要给女人安全感，不会无故的让你担心和牵挂，让你时刻都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也时刻想知道你在哪里，在做什么。他对你的照顾无微不至，你想到的他就能做到，你想不到的他也能做到。你能始终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有他，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去考虑。有的朋友也经常问我这个问题，问我从命理角度怎么看这个人是不是值得嫁的好老公。带着这个问题，小编今天从相学角度为大家分析一下如何通过看相选择好老公。好老公具体有哪些面相特征呢？大家可以参考了解一下。1. 如何通过看相选择好老公？这个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看，小编为大家总结了11条，下面为大家详细讲解。1. 看额头，额头宽阔对事业有利，也说明有较好的分析能力，能够入木3分，事业运势旺盛。额头过窄则说明家境一般，或者早年运势不旺。2. 看耳朵，耳朵的外缘称为轮，里面的软骨叫做廓。廓不突出的男人喜欢宅在家里，不大喜欢在外应酬，而且也没什么个性，不会和你吵架。你每天下班回来定能看到他已把饭菜做好。耳垂厚大的人福泽深厚，而且待人宽厚，对自己老婆孩子更是温馨体贴，福音家人。3. 看眉毛，眉毛可以观察感情间的维持力。如果眉毛服帖不卷曲，而且顺势往夫妻宫的方向生长，而且眉头和眉尾都清秀而浓长，代表这个人很重感情，不会因为情绪化的个性就任性的结束一段恋爱或者婚姻关系。记得在看眉毛的时候，一定要连眼睛一起观察，千万不要单点论相哟。眉毛清秀的人记得要配上眼镜，有神又分明才会重感情。如果他的眼睛看起来像少女漫画中的男女主角那样水汪汪，或者像没睡饱一样无精打采，甚至眼白是血丝满布红黄混浊的，那就是滥情而不是专情了。八字眉，眉尾下垂的面相多半是个好好先生，脾气好，做什么事儿都会让着你，不管你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他都是第一个认错的人。而且这种面相的男人对数字还没什么概念，只管赚钱。4. 看眼睛，右眼睛大左眼睛小的男人都是怕老婆的，据说这种男人还是标准的3从4德型，你只要瞪他一眼，他就屁颠屁颠的不敢做坏事了。眼珠较大的人心地善良，能够爱惜对方，有人情味儿；眼珠较小，做事不稳重，不能替对方分担家务，而且很容易产生矛盾，甚至还会大打出手。5. 看夫妻宫，夫妻宫是眼尾后方到发鬓间的一小块区域，这个区域可以观察恋爱婚姻的互动状况是否良好。如果平整饱满，甚至透出一点晶莹的润黄色或者粉红色，代表恋情升温，进展顺利。如果已婚，也代表着婚姻能够幸福美满。如果浮现青筋，则代表两人之间有不愉快，甚至是口角，造成自己莫大的压力。6. 看鼻子，
鼻头和鼻翼好像是梅花瓣或者蒜头。鼻子较小的男人工作非常努力，赚钱多，但是却舍不得花钱，对朋友更是非常吝啬，所以你不必担心这种人在外面找小三。但是要选择这样的男人做老公，你要看他舍不舍得为你花钱，如果对你还是一样吝啬的话，这类人绝对不要。鼻梁高低适中，此类人适应能力好，能够接受他人意见，善与太太沟通，万事有商有量，对家事能够有商量的余地。鼻梁过高的人过大于男子主义，为人固执，可能要老婆迁就，不理会家人的感受。鼻梁过低的人则没有主见。很多人会把鹰钩状的鼻子当成好老公，其实这种人心机较深，不易掌握。虽然鼻不漏孔是守财的特性，但是真正达标的人却比较少，而鼻孔未露的人财运也不错，心地偏向仁厚，建议多选择这样的人。7. 看嘴巴，嘴唇四正的人正直稳重，上下唇略厚的人较重感情，嘴巴如果太薄，通常为人比较胆小，遇事可能要靠老婆出头，绝情刻薄，但过后的人容易木讷，但感情丰富。门牙大而整齐，为人老实，门牙歪斜的人好说大话，靠不住。8. 看下巴，下巴扩大之人，此人热爱家庭生活，享受和老婆子女在家的时间，会是一个好男人，重视家庭，家人关系融洽。下巴尖尖的人喜欢多变化的生活，善交际，不安于现状，没有时间观念，不喜欢稳定的家庭生活。9. 看地格，地格在位子下巴的位置，如果男人地格比较厚实，四不见垂，方不见棱，则说明此人责任心强，比较重视家庭，喜共诉天伦。如下巴过尖，则有可能不喜欢长留在家中，夫妻感情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纷争接踵而来。还有的下巴中间有一个缝隙，从而隔开下巴两端，这种男人更要值得注意的是，喜欢朝三暮四，喜欢有不断的新鲜感，得以刺激自己。10. 看人中，人中是否平整伸长，人中是观察一个人自我约束力最重要的部位，如果人中伸长整齐，代表他的自我约束力强，即使碰到莺莺燕燕呢，也不容易迷惑在诱惑当中。当然要记得要配上眼睛有神，黑白分明哦。但男孩子如果人中虽然伸长，但是人中附近的肉饱满到像膨胀起来似的，那在感情上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因为他们本身口才不错，对有好感的异性又会积极示好，自然有桃花的机会就比较高咯。这时你可要慎重选择了。11. 看身材，最后我们要看他的身材，不要错过身高偏矮的男人。女性往往会将身高作为挑选老公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拒绝了许多优秀的男性。其实在相学中，上半身占身体比例多的人往往相对聪明，因为人是灵长类的动物，用智不用力，所以不应该错过因下半身不够长而身体偏矮的优秀男子。2. 好老公有哪些面相特征？上面我们说了如何通过看相了解一个男人是不是好老公的人选，接下来就应该了解一下好老公的具体面相特征了。小编总结了以下7个具体的特征。1. 眉尾下斜，这种面相的男人呢，大多都是别人眼中的好好先生。倘若你喜欢性子温和，对你百事顺从的男人，那么眉尾下斜的男性应该是你最佳的选择。和这类男人在一起，不管你做错什么，他总能理解你，宽容你。为了家庭，他任劳任怨，而且尊你为老婆大人，把家庭财务部长的位置让给你。2. 蒜头，这种面相的男人是节俭持家，懂得过日子型，他们工作上进，有着发家敛财之术，但通常他们对朋友小气，因此你绝对不用担心他会因为吃喝嫖赌而倾家荡产。3. 双唇偏薄，这种面相的男人大多喜欢给女人亲自烹饪美食。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人们不再被定义的要求一定要下厨房。相反，现代社会中，倘若家中男方有一手好厨艺，且时常为妻子下厨烹饪，这样更显得夫妻恩爱有加，亲密无间。男性面相中双唇偏薄，就暗示他的烹饪技术超赞，所以如果你是厨房菜鸟，找双唇偏薄的男性准没错。4. 右眼大于左眼，这种面相的男人对感情很是忠贞，会出轨的男人总是遭人唾弃，为女人所愤恨的。但两个人几十年的婚姻生活总有心生厌烦的时候，同时这也是最容易出现婚姻危机的时候。
然而倘若你驾驭右眼大于左眼的男人，你便是他这一中唯一的伴侣。5. 双全肉感，龙突，这种面相的男人责任心很强，有上进心。在家庭中呢，他也会尽到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为了婚姻家庭，他敢拼敢闯，定是一个值得你托付终生的人。6. 下巴宽大浑厚，人中深长，这种面相的男人一生声名显赫，事业龙马腾飞，身体强壮健康，且有一定的家庭经济基础，这些都是下巴宽大浑厚、人中深长的男性的特征，尤其是在身体健康状态上更是胜人一筹。因此，想要与丈夫白头偕老的你，肯定得寻求一个身体倍儿棒的男人哦。7. 耳廓平平，这种面相的男人很顾家。耳廓平平的男人不喜欢背井离乡、出门在外的生活和沟通方式，他们是真真切切的宅男，同时更是个顾家恋家的男人。虽然行为和思想看法上总是平凡无奇，不能给喜欢刺激惊喜的女人带来生活的趣味，但他们往往能够被婚姻爱情上粘人的女人们看好。如果你身边出现以上所述的男人，那就够够的了，这个男人十有八九是个好老公，好好珍惜，抓住不放吧。但因为上述内容只是结合古人看相的原理分析总结的，可能不太准确，仅供参考，希望大家正确看待。每个人都梦想着自己能够发财，尤其是横财。有的人看了别人中了彩票大奖，就开始想，为什么别人就总能有这么好的运气，自己却只能靠着蛮力不懈奋斗才行？其实这个从命理角度来分析也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如果一个人不需要自己多努力就能够收获财富，这与自己的相学特征、风水环境以及流年运势有一定的关系。为了帮大家答疑解惑，小编今天特意总结了这3方面的内容，帮大家了解。如果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发横财的命，可以结合小编下面所讲的内容来看一下。1. 容易发横财的相学特征。小编根据手相面相特征总结了10点。1. 手指微弯，手掌伸出时手指微微弯曲，或者命运线和成功线合二为一，有这样手相的人偏财运旺盛，会有意外之财。2. 太阳丘无名指根部或木星丘食指根部出现星纹，预示着呢，你可能最近会有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发财出名都很顺利。只是这种幸运新闻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住，就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运掌握能力如何了。3. 小指根部的水晶丘出现粉红点，表示你有着很好的偏财运，容易得到意外之财，如在海外工作赚到钱，买彩票中到奖，或者继承了大笔的遗产等等。4. 手上钱财纹多，所谓钱财纹是指无名指和小指根部有一些细细的斜线，钱财纹多的人通常财运都比较旺，而且容易有一些意外之财，如工作奖金、意外小奖、分红等等。5. 招风耳，生有招风耳的人性格外向开朗，是典型的实干家和积极分子，无论做什么事情永远都是冲在第一位的。他们喜欢挑战极限，接受新的事物，好动不好静，天生就具有战斗的实力。这种面相的人头脑灵活，眼手更快，大多数在事业方面都能够有所成就。生有招风耳的人一般财运都很好，尤其是偏财运更好，容易发意外之财。6. 颧骨饱满有肉，颧骨在面相中代表一个人的权力欲、控制欲和占有欲以及领导能力。颧骨饱满有肉的人头脑清晰灵活，反应敏捷，做事有条理，手段高明。这一类人的偏财运特别的好，一般做投资都会赚到钱，还常常有意外之财到账。这样面相的人即使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依然不愁没钱花，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聪明头脑去赚外快，有时候比工资还要多呢。7. 耳垂大而厚实，耳朵为肾之外窍，代表了一个人的健康和智力。耳朵厚大的人一般智商较高，耳垂厚大饱满的人一般都比较有气度，心胸豁达，个性稳重踏实，智谋远大，大多数都能够成为其所属领域的领头人。有此面相的人财运很好，尤其是偏财运特别突出，容易有意外之财到账。这种面相的人宅心仁厚，通常能够获得周围人的赞赏和信赖，所以他们一生贵人运也很好，遇事容易有贵人相助，一辈子过得安逸舒心。8.
额头开阔平滑。额头生的开阔平滑为吉象，其人心怀大志，目光长远，平常做事情进退有度，把握得非常好，而且他们的财运特别好，尤其是偏财运更是好上加好。额头平阔开阔的人大多为人真诚，平常人际关系特别好，深得人们信赖。就算他们工作一般，事业做得不是特别大，但是有了好的偏财运和一些意外收获，也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啦。9. 鼻梁饱满。鼻子在面相学中是代表着财运和财库，如果一个人鼻子长得好，那么他一生的财运自然也不会差。一般鼻梁生的饱满的人，人品好，气质好，为人忠厚善良，不耍心机和手段，是值得交往的对象。有这种面相的人，偏财运很好，平常中奖几率很高，而且他们特别的聪明，做投资也很厉害，总是不显山不漏水的就赚来好多钱，时不时的就意外之财。10. 下巴前倾。下巴是属于面相三庭中的下庭，代表一个人的福气和一生所有的运势。下巴长得好的人，一生运势也会更好，更容易儿孙满堂，成为人生大赢家。那么下巴微微向前倾的人，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负责，从不半途而废，而且具有很强的掌控能力，不喜欢被人控制和指派。他命中偏财运很旺，常常有意外之财到账，即使不用太辛苦去赚钱，也依然可以过得逍遥自在，不愁吃穿。2. 容易发横财的风水特征。这个是结合2020年整体情况分析的。如果想要发横财，大多家中都是这4种风水布局。1. 大门朝西北。卧室在家中的东南方位，今年亦有意外之财。这个大门朝西北是指自家的大门，不是指整栋楼的大门，即从屋内往门外看是西北，则大门朝西北。在今年的鼠年里面，因为这个八白星是从西北前宫，而这个八白星又最是旺财，最能代表财运的吉星，因此从这个来看，大门朝西北的本身就是旺财，再加上卧室在家里的东南方位是六白星道，这样六白星就与八白星都双双汇合了，就自然而然容易有意外之财。2. 大门朝东南。卧室在家里西北方的，今年同样也有意外之财，这个刚好是和上面这个相反的，同样也是成立的。为什么说同样成立呢？主要是因为今年最好的2颗吉星，一个是八白到乾宫，一个是六白星到巽宫，而空间方位上来说，西北和东南的方位刚刚好是对应的，也同样处在一条直线上，所以这2颗吉星是在同样一条直线上面，因此大门朝东南因为六白星道，而卧室在家里的西北方是因为八白星道，在今年就一样，同样容易有一些意外之财了。3. 厨房在家里西北或者东南方位的，今年一样容易有一些横财或者意外的收获惊喜。平常有的人说厨房在西北方位为之火烧天门，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事实上风水并没有固定的吉，也并没有固定的凶，同样厨房在西北有时候也可以很好，有些则可以很差，这需要根据实际而定。根据什么实际而定呢？自然是这个户型的朝向、灶台的朝向、西北方位的地理环境等等。所以不要一见到厨房在西北就说别人不好，有许多事实上是好的。而在2020年里面，因为八白星到西北，六白星到东南的原因，所以这个厨房在西北或者是东南的是火旺生土，火克金为财星，所以在这个2020年里面，同样是有一些横财和意外收获惊喜的。4. 大门朝东，今年也有一些意外的横财。大门朝东，今年五黄星到，所以首先要注意一些病或者灾的问题，但倒也不是说一无是处。朝东的户型现在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旺，能够收纳到旺气的朝向当中，所以即使是五黄的道向，但也就不见得不好，也有可以好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大门朝东，东边有水，或者是东边有路，或者是东边有洗手间等等。在今年里面同样是有一些机会，会有一些意外之财或者意外的好的收获等等。3. 容易发横财的流年特征。结合2020年的流年情况，小编主要站在生肖、月份、时辰、出生日支、出生日干5个角度为大家分析一下。
1. 生肖论。生肖猴、生肖牛、生肖龙这3个生肖的人在2020年有机会遇见贵人相助，该年工作顺心，办事儿如鱼得水。若自己在寻求于人和，更以风生水起好运来，尤其是公职人员，有利于升迁高位。当然，对于新商者来说，有机会获得大笔订单，收入大财富。2. 月份论。农历7月、8月、10月出生的人，在2020年有机会获得意外财富，因为农历7、8月份为五行金旺的月份，金生水，生旺太岁，虽然感觉付出的多，但依然收获颇丰。农历10月为五行水，形成与太岁异性相助，同性排斥，所以也会有不错的机会使之发达。需要多留意身边的一切信息，多观察人际关系和一切资源，很有可能会抓住机会，从而一发不可收拾。3. 时辰论。生于7到9点的辰时、19到21点的戌时、1到3点的丑时、13到15点的未时的人，在2020年有机会发财。2020年庚子年，辰戌丑未四库土，生于流年，天干艮金，土生金，对流年太岁付出贡献很大，必然能够得到尊重和重赏。也就是说，只要今年努力奋斗，不辞辛苦劳累付出，年尾总结时必能得到不菲的收成。4. 出生日支论。出生日支为寅、卯、巳、午的人，在2020年有机会收获财富，告别穷困人生。寅卯为木德流年，此水相生，意味着有坐享其成的好运。巳午为火，与流年地支子水组成水火既济之宫，水火既济即成功之象，所以对于求财做事业的人来说都是成功之年。5. 出生日干论。八字中日元身弱，且日干为甲、乙、壬、癸的人，在2020年容易发财，其原因就是得太岁子水相助相生，求财比较容易，发财轻而易举。八字中日元身强，且日干为戌、乙、庚、申之人，在2020年容易发财，该因戌己土建流年太岁子水为财，预示着财源广进之象，更深见流年太岁子水为财星源泉，预示着求财有智慧谋略，善于创造惊人财富，其年份更易获得金钱财富。以上就是今天所讲的内容，大家可要结合自身情况了解分析。如果你有中小编所讲的内容，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好运正在悄悄来临。但因为一个人的命运好坏不只取决于上面几个方面，所以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建议大家参考了解就好。如果想要准确了解，建议您可以找专业的命理师批命。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